这里是 Chinese with 思涵，我是思涵，你的中文老师。大家好，欢迎来到 Chinese with 思涵 Radio。我们上一集聊了我从咨询公司辞职以后，我离开咨询公司以后，去做了一个月的工作体验，做了1个月的职业体验。这个职业体验是什么呢？就是当甜品师，在一个甜品店里当甜品师。我上一集聊了我去做这个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试一试这个工作，想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个工作。但是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中文老师，也就是说我最后没有去做甜品师，我最后没有去当甜品师。为什么呢？我为什么做了这个职业体验，当了1个月的甜品师以后，决定不继续当甜品师呢？这一集我会聊一聊这些理由。首先我想聊一聊我当甜品师的好的地方是什么。真的有非常多的好的地方，有非常多的好处。我觉得当甜品师有非常多的好处。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像我上一集最后聊的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工作，不是一个抽象的工作。什么意思呢？你当甜品师，你今天想做一个蛋糕，想做一个面包，好，你最后就会得到一个面包，得到一个蛋糕。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然后你做的这个蛋糕，你做的这个面包，你会卖给其他人，会有人去吃，他们吃了会觉得很好吃。当然他们也有可能会觉得很难吃，不好吃。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想做一个蛋糕，那你就会做出来一个蛋糕，而且你做出来的这个蛋糕会有人去吃。所以对于我，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我以前做咨询呢，也不是说没有意义吧，但是我觉得非常抽象，非常不具体。每天就是做 PowerPoint 每天就是做很多 slides，每天都在看很多数字。我觉得这种工作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远，跟蛋糕面包比起来，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远，所以我不喜欢。我想做具体的事。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地方。每天都做非常具体的事，让我感觉很开心，真的让我感觉非常开心。每天看数字，每天做 slides， 会让我觉得不开心。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做甜品师的我觉得很好的地方。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处就是做甜品师，做甜品是一个体力劳动。体力劳动我来写一下。大家知道体力劳动是什么意思吗？比如说做甜品，做蛋糕，或者是修房子，或者是开车，或者是种花、种树，所有的这些你用手去做的东西都是体力劳动。
体力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力就是你的力气，你的 strength 的这个力，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体力劳动。咨询是什么呢？咨询不是体力劳动，咨询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脑力劳动的脑就是你的脑子，你的头，你的脑袋的这个脑。我们用头干什么？我们用脑袋干什么？我们用它们来想事情，思考事情。所以所有需要一直想一直思考的工作，我们就叫它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一个是脑力劳动。好，我觉得当甜品师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这是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虽然你一直在动，你身体一直在动，因为我会一直，比如说一会儿做蛋糕，一会儿做面包，一会儿走到这儿来，一会儿走到那儿去，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这个是体力劳动。虽然身体会一直动，但是我觉得其实很轻松。因为平时想的事情太多了，平时一直在用脑子，一直在用脑袋想事情，思考事情，我觉得其实很累，一直想事情非常非常累。但是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手去做事，我觉得其实很轻松。而且做蛋糕的时候，因为你的手，你只需要用手去做蛋糕，我觉得你不用怎么思考，所以其实你可以边做蛋糕边聊天，边跟你的同事聊天。所以我当时当甜品师的时候，我会一边做蛋糕，一边做甜品，一边做面包，一边跟同事聊天，跟我的甜品师姐姐聊天，跟做可颂的面包师聊天。所以我觉得很轻松，而且一直走过来走过去，一直动来动去。我觉得也是一种运动吧，我觉得对身体非常好。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好处，我觉得体力劳动比较轻松。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个好处就是像我上一集说到的那样，我们下午2点钟，对，1-2点，或者有些时候是3点，下午1-2点、2-3点就下班了。也就是说，你2点、3点以后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这整个下午都是你自己的。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当甜品师的时候，每天2-3点钟的时候，从甜品店骑自行车回家我都觉得非常轻松。那个时候我在巴黎下午2-3点钟的时候，大家都在公司里上班，所以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就骑着自行车唱着歌，然后这样骑回家，非常开心，非常轻松。回到家以后，我还可以看书，还可以学语言，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有很多时间，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的第1集radio 的那个 podcast。在第1集里我聊了我为什么从一个咨询师，从一个 consultant
变成一个老师，变成一个中文老师。我在里面聊了我当咨询师的时候，经常工作到晚上7、8点、8、9点，而且周末也要工作，所以我觉得非常辛苦。那个时候非常非常辛苦，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每天早上8、9点钟开始工作，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然后就回家吃饭睡觉，就没了，一天就没了，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但是当甜品师，我有了很多很多自己的时间。我下了班以后还可以去咖啡店，还可以去博物馆。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下了班以后会去Le Louvre 这个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我可以去散步，我回家以后可以看书看电视，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所以我当时觉得非常开心，做甜品师的时候，当甜品师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我当时只是在做一个职业体验，工作体验，所以在这个甜品店里，这个甜品店的老板他们对我非常好，因为我不要钱，因为我免费嘛，因为我免费，所以我不用加班。但是跟我一起工作的那个甜品师姐姐，她其实经常加班，我记得她会加班加到可能下午4点、4、5点，而且她上班时间非常早，我记得她7点就上班了，而且中午他没有休息时间，他几乎不休息，可能休息10分钟、15分钟，所以他的工作时间非常长。我觉得可能其他甜品师的工作时间也非常长，但是我当时因为我是免费的，因为我是不要钱的，而且这个只是一个工作体验，职业体验，所以我当时不需要加班，我不用加班，所以我就非常轻松。好，这个是第3点。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好的地方。噔噔 commercial break. If this podcast is helping you with your Chinese, leaving a review on Spotify or your favorite podcast app really helps support the show. If you're listening on YouTube, a like and a subscription would mean a lot to me. Don't forget that you can also get the transcript and vocabulary for this episode on Patreon if you'd like to study with the content more deeply. The link is in the description box. 好，现在 back to the episode. 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甜点师和甜品师都是一样的啊，两个都可以说。甜品师、甜点师这个工作，我觉得压力不大，不能说完全没有压力吧，但是压力不大，跟咨询师这个工作比起来压力不大。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听这个 Chinese with 思涵 podcast 的人的大家都是在公司里工作，还是做其他工作。但是我觉得在公司里工作，大家都知道你经常有一个项目，项目就是一个 project， 你经常会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可能是1个月、2个月，或者是1年、2年都有可能。你会一直去做，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
你会一直在做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长期的东西，不是一个短期的东西。长期，我写一下，长期、短期。长期大家可以听到这个长就是很长的意思，期是什么？大家知道日期、星期，这个期其实就指的是一个时间，所以长期的意思就是很长的时间，短期的意思就是很短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在公司里工作，很多项目它是一个长期的项目，不管它是1个月还是2个月还是3个月还是1年2年，它都是比较长期的东西。所以你今天做的事情对明天也有影响，而且不仅仅是对明天有影响，对后天也有影响，对大后天也有影响，对大后天都有影响，对你的这整个项目都有影响。但是甜品师、甜点师这个工作呢，我今天7点钟、8点钟去上班，然后我开始做甜点、做甜品、做蛋糕、做面包等等等等。如果我今天这个面包，我今天这个可颂，我今天这个可颂做得不好，做得非常难吃，那没有关系。我今天回家以后，今天这一天就完了，今天这一天就结束了。我下午3点钟回家以后，今天我的可颂做得非常差，做得非常不好，这件事就结束了。明天第二天7点8点的时候，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又会做可颂，我又会做面包，我又会做新的可颂，我又会做新的面包，做新的甜品。我昨天的可颂做得很差，对我今天的工作完全没有影响，完全没有影响。所以我觉得甜品师的工作，它是一个非常短期的东西，它就不像你在公司里做项目的时候，你今天如果你的工作非常糟糕，非常差，它会对你以后的项目有影响。在一个甜品店里，你今天做得不好没有关系，明天你可以重新开始，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在甜品店工作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大家用电脑的时候，电脑的时候会用那个 F5， 对吧？在甜品店里工作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每天下班的时候，你都会去按那个 F5， 然后第二天会是新的一天。你每天下班都会按 F5， 每天都会是新的一天。所以我觉得这个和在公司里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因为你的工作它没有长期的影响，所以你每天都可以重新开始，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所以你下班以后不会继续想这件事，你不会想哎呀怎么办，我今天这个蛋糕，我今天这个可颂做得非常差，哎呀我明天怎么办，我明天要怎么办。你不会这样想，你不需要这样想，因为它对明天没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工作会让你的压力非常小。当然你肯定会有一点压力啊，比如说你今天的这个面包做得很糟糕，做得很差然后你的客人觉得很难吃，觉得不喜欢，
你当然会有压力，但是没关系，你明天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你的压力不会非常大。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因为做甜品、做面包、做蛋糕是一个体力工作，是一个体力劳动，所以你会越做越好。因为做甜品，你只需要每天练习，每天练习，每天练习，你就会越做越好。这个东西就像中文一样，中文，你想学中文，那你每天听 Chinese with 思涵 podcast， 那你的中文一定会越来越好。学中文和做甜品，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我来写一下共同点。共同点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有一样的地方。好，这个就是他们的共同点。学中文和做甜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越练习你就会越好。你学中文，你练习得越多，你的中文就会越好。做甜品，你练习的越多，你的甜品也会做得越好。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只要练习就会越来越好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非常简单，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每天花时间练习，那你就会越来越好。但是这个呢，在公司工作，在一个公司里工作，或者在一个咨询公司工作，我觉得很多东西并不是只要练习就会越来越好的，因为有些东西太复杂了，我觉得有些东西不是非常简单，没有那么简单，非常的复杂，它非常的复杂。因为你在公司里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得好不好，不是仅仅跟你有关系，它跟很多人、很多其他的东西都有关系。我相信，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很多事情不是仅仅练习、仅仅花时间就可以做得好的，因为它太复杂了。它可能跟你的同事有关系，跟你的老板有关系，跟这个项目本身也有关系，跟时间有关系，还跟什么关系？跟钱也有关系，还有跟很多很多东西都有关系。所以它不是只跟你的练习、你的努力、你每天花的时间有关系。所以我觉得非常复杂。但是在一个甜品店里，如果你每天做面包，你的面包就会做得越来越好。你每天做可颂，你的可颂就会做得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非常开心，这个也让我觉得压力比较小，让我每天不会去想太多复杂的东西。我每天只需要想，我每天只用想要怎么把一个面包做好，要怎么把这个蛋糕做好，我要怎么练习，我每天只需要想这个，所以每天都非常开心，非常轻松，觉得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所以这个是第4点，这个也是我觉得可能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可能还有一个好处，第5点就是因为你在一个甜品店工作，你在一个面包店工作，所以你每天都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有些时候你做一个面包，做一个甜点，但是它不漂亮，做出来的这个面包，做出来的这个甜点，它有可能不漂亮。所以你就不能把这个面包，不能把这个甜品甜点卖给你的客人。那你不能卖给你的客人怎么办呢？那就你自己吃呀。所以你自己就可以吃这个不漂亮，但是还是非常好吃的面包的甜品。所以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每天都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好，说了这么多当甜品师的好的地方，当甜品师的好处，那最后我为什么没有当甜品师呢？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当甜品师呢？我觉得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工资很低。对，钱非常少。当甜品师，你的工资非常非常低。如果你工作了10年，如果你是一个10年的甜品师，如果你有10年的经验，那可能还好，那可能你的工资不会非常低，但是跟咨询师比起来，跟在一个公司比起来，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低。如果你没有经验，如果你是一个学了甜品的学生，然后你刚刚离开学校，你刚刚毕业。好，如果你刚刚毕业，那你拿到的工资，你在这个甜品店拿到的工资可能是最低工资。大家知道最低工资是什么吗？最低工资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工作可以拿到的最少的钱。因为在法国有最低工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工作，不管你是甜品师还是咨询师还是老师还是其他的工作，你的工资不能比这个最低工资低，你拿到的钱不能比这个最低工资少。所以在法国有最低工资这个东西。我刚才说甜品师的工资非常低，有多低呢？就是低到如果你是一个学生，然后你刚毕业，你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甜品的学生，你的第一份工作，你在一个面包店，在甜品店的第一份工作，可能只能拿最低工资，你可能只能拿到最低工资，所以非常低。因为不能比最低工资更低，最低工资已经非常低了，你的工资不能比最低工资更低。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没有成为甜品师的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工资实在是太低了，工资真的太低了。不过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每天早上7点上班，然后下午1-2点就下班了，
那其实工资低也没关系，因为下午2点下班以后，你还可以去做其他的工作呀，对吧？你可以早上当甜品师，然后下午我也不知道，去当一个 freelancer 去做其他的事。所以其实工资虽然很低，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做其他事，来挣更多钱。还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我刚才说做甜品是一个体力劳动。这个体力劳动呢，也就是说你每天都会做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做可颂，我可能明天也做可颂，我可能后天也做可颂，大后天大后天大后天，这个星期下个星期，这个月下个月，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大后年，有可能每天都在做可颂，有可能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有可能会有一点重复，我来写一下。对，重复就是每天做一样的事情，这个就是重复。所以我有一点担心，如果我当甜品师，做甜品做1年做2年，我有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太重复了，我有可能会觉得非常无聊。我当时在那个甜品店只做了1个月，我仅仅做了1个月，只做了1个月，所以我不觉得无聊，我不觉得重复。但是我后来我在想，做1个月我不觉得重复，我不觉得无聊，那做2个月呢？做3个月呢？做半年？做1年？做2年？做一辈子呢？一辈子就是我的一生，我的一整个人生的意思。那做一辈子我会无聊吗？我有可能会无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做体力工作是有可能会无聊的。所以我当时因为这2个原因，一个是我觉得工资非常低，第二个是我觉得有可能以后我会觉得无聊。因为这2个原因，我就决定可能先试试其他东西吧，先试试其他工作吧，先试试当中文老师，再来看一看以后我想做什么吧。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甜品师的工作体验，做了这个甜品师的职业体验以后，我决定先不当甜品师，先去当中文老师，然后看一看自己喜不喜欢中文老师这个工作。大家可能知道我的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就是我很喜欢中文老师这个工作，我觉得我可能会一直当中文老师。但是有一天我会不会去当一个甜品师呢？我会不会去成为一个甜品师呢？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可能会成为甜品师。但是我觉得不管我会不会成为一名甜品师，
我都非常开心，我当了1个月的甜品师，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去尝试，做这一件事，我有一天一定会后悔，一定会后悔。大家还记得后悔是什么意思吗？后悔就是我一定会因为我当时没有做这件事而觉得非常难过，而觉得我当时应该去做这件事的。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我不后悔。好，今天就到这里吧，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个 podcast， 我们下集再见。